欢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。2026年6月11日，效力于日本职棒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的台湾天才投手孙易磊，迎来了他今年球季第一次的一军先发登板。他在主场迎战中央联盟的强敌横滨 DNA 海湾之星。今天我们要从数据、技术到心理战略，全方位拆解这场易磊旋风。通常一个21岁的年轻投手，在面对横滨这种打击火力惊人的球队时，多少会表现出怯场或者是控球不稳的问题。但在孙易磊身上，我看到的是一种超乎年龄的冷静。他整场比赛主投了6局，不仅是完全没有失分，甚至只被敲2支安打，还狂飙了8次三振。这种内容对于一个今年首度先发的投手来说，简直是梦幻般的开局。而且这场胜利对火腿队来说也极具意义，这可是球队睽违4年的7连胜。真的，那种宰制力真的让人印象深刻。在我们深入解析孙易磊那些惊人的投球数据之前，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。还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，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，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，带走喜欢的商品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。好啦，回到正题，孙易磊在赢的这场胜投，年龄只有21岁有4个月，这让他正式超越了另一位台湾强投古林睿煬在2025年创下的纪录，成为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史最年轻外籍投手首胜的纪录保持人。根据赛后的进阶追踪数据，孙易磊本场比赛的整体 Stuff Plus 高达 112.9， 在数据分析中，100代表联盟平均，这意味着孙易磊的球威比日职平均水准高出了将近13%。虽然他的控球评价 Location Plus 是 82.7， 略低于平均，但他强大的球威完美掩盖了控球上微小的瑕疵。全场他投了95球，却能创造出17次挥棒落空，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，代表打者根本很难掌握他的球路轨迹。17次挥棒落空，这真的让横滨打者吃足了苦头。我也看了一下他的配球，他的4缝线速球比例接近50%，平均球速居然到了 153.5 公里，这在先发投手里面算是非常顶尖了吧？更别说他还投出了 157.6 公里的火球。孙易磊的速球转速高达2435 RPM， 这在亚洲投手中属于前段班。这种高转速会产生强大的马格努斯效应，让球在进入本垒板时有一种上窜的错觉。数据显示，他的正向垂直位移有 45.7 公分，这种违反大脑直觉的违禁，让打者明明瞄准的球，却总是在击球点上出现落差。没错，他的变速球挥空率居然高达 62.5%。这一颗变速球之所以强，主因是速差与共轨效应。他的变速球均速大约 136.7 公里，跟153.5公里的速球之间形成了将近17公里的落差。而且在打者视角中，变速球的前段飞行轨迹跟速球几乎一模一样，直到最后一刻才突然减速，并向外角大幅度下坠。数据上的水平位移有 42.9 公分，这让横滨的打者在判断时大脑处理不过来，导致击球接送彻底崩溃。孙易磊在6月11日当天，以 153.5 公里的直球均速，傲视全日本职棒当天所有12名先发投手，排名第1。他甚至超越了西武士的王牌平良海马，还有软银队那位具有大联盟首轮资历的洋投 Carter Stewart Jr.除了球速和转速，孙易磊在比赛中的体能分配也让很多专家感到讶异。没错，很多年轻投手一上场就会全力冲刺，导致后面体力透支。孙易磊他在第1局全力催速，投出 154.9 公里的均速来建立心理优势，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但到了第4局，他刻意将均速下调到 150.1 公里，增加变化球比例，这是在放球调节。等到第5局遇到危机时，他又能立刻把引擎重新发动，重新飙回 152.8 公里。这种加导催缩的分力，才是一个王牌投手真正的价值所在。
这场比赛最考验他的时刻是在第5局，在那之前他可是完美的12上12下，也就是前4局没有让任何一个人上垒。但5局上半，横滨的老将筒香嘉智敲出了安打，随后孙艺磊投出了全场唯一的一次保送。那个当下无人出局，1、2垒有人，整个球场的气氛瞬间变得非常窒息。对于一个21岁的投手来说，这是最容易崩盘的时刻。那时候捕手近藤勇也立刻喊了暂停，上投手球安抚。我觉得那个暂停非常关键，让孙艺磊能够重置呼吸。随后横滨下达牺牲触击，变成一出局2、3垒有人。在这种只要一个安打甚至一个爆头就会失分的情况下，孙艺磊居然完全没有退缩。他先是3振了小田昌一郎，接着面对松尾希恩，直接飙出全场最快的157公里火球，让对方击出内野飞球出局。那种危机处理的能力，真的让人看得目瞪口呆。没错，那半局的价值甚至高于前面的完美封锁。它证明了孙艺磊不仅能投快球，还有极强的心智强韧度。而且我们必须提到他跟横滨核心打者木秀悟的对决。木秀悟可是2023年 WBC 日本武士队的主炮，实力毋庸置疑。但孙艺磊全场3次对上他，完全没给机会。尤其是第6局，双方缠斗了10颗球，孙艺磊在体力接近临界点的情况下，最后用一颗轨迹完美的变速球，让木秀悟挥棒落空。那一幕真的可以说是这场比赛的最高潮，彻底击碎了横滨反攻的意志。我看那一打席时真的起鸡皮疙瘩，这也说明了孙艺磊在休赛季的技术微调非常成功。去年他在1军短暂出赛时，防御率还高达 5.11， 但今年他在2军就展现了屠杀级的表现。这次回1军，感觉他不仅球速变快了，连那种不再惧怕被打、主动攻击好球带的气势都完全不同了。新庄刚志监督在赛后的评价也非常经典。他说，感觉孙艺磊和去年相比，仿佛一下子成长了7岁。在投手球上的掌控能力、解读比赛的节奏，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了。新庄监督甚至当场承诺，一定会让孙艺磊拥有下一次的先发机会。这对于竞争激烈的火腿轮值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重的承诺。除了他自己的表现，队友的支援也很有爱。前5局，双方王牌是0-0平手。火腿打线在6局下半终于发威，靠着野村佑希的高飞7声打，还有洋炮 Rodolfo Castro 的安打拿到2分，这让投完6局退场的孙艺磊顺利拿到了胜投资格。8局下半 Franmil Reyes 的长打追加保险分也很有关键。我看赛后的英雄访问，孙艺磊真的太可爱了。你是说他把日文忘光的那段吗？他原本去年还很认真练习日文，但这次站在主场英雄舞台，看着满场球迷，他直接坦白说太紧张了，日文全都忘记了，决定全程讲中文。那种率真的个性，反而让北海道的球迷更喜欢他。而且他的出场乐是伍佰的冲冲冲，真的很有台湾的亲切感。总结来说，孙艺磊展现了超乎年龄的心理素质，希望他不再只是球团期待的潜力股，而是现在就能提供稳定战力的极战力资产。年轻投手最怕过度劳损，虽然他体能很好，但火腿球团应该还是会让他维持投1休6或是更宽裕的节奏。另外，如果他能把滑球和取球的稳定度再提升一点，让他在面对打者第2轮、第3轮时有更多混淆对方的武器。最后要留意不要有明显的投球小动作 tipping pitches 被对手抓到，那么他要成为日职顶级 ace 只是时间问题。孙艺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会继续为他在日本的每一场登板加油。今天的野球特报深度分析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务必按赞分享，并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觉得孙艺磊今年能拿几胜呢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